美国最强巡洋舰提康德罗加级退役了。这个事儿就发生在这2个月，在8月4日，最先退役的是维拉湾号，紧接着在9月份，皇家港号、安乔号、蒙特利号、顺化市号都退役了。这个消息您如果再和另外2个新闻连起来读，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在9月1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表示要在未来5年内向台湾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样是在9月份，台湾宣布海军的镇海计划不再寻求建造4000吨级的大军舰，而改为采购2艘更小的2000吨级的巡防舰。这就意味着台湾将不在未来几年内建造自己的宙斯盾舰。台湾目前没有大型军舰的建造计划，首先自己缺军舰，第二，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退役，正好多出来这些军舰。第三，美国向台湾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如果台湾缺钱，现在这钱也有了。那么结合这3个消息，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提康德罗加级会不会来台湾呢？首先，台湾海军是非常需要新军舰的，目前的服役主力是80年代建造的基德级，也就是台湾的基隆级驱逐舰，以及更老的济阳级。济阳级是美国诺克斯级护卫舰，在1965年到1974年间建造，到现在已经使用了接近50年。再往下看，就是法国引进的拉法叶级。拉法叶级护卫舰外形非常好看，但是当时法国出售的时候并没有提供武器方案，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形成完整的战斗力，让人感觉非常可惜。相对来说，成功级比较新，短期内呢还不需要替换，但是综合来说，台军的主力舰完成更新换代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这次台湾海军镇海计划夭折，转而建造2000吨级的巡防舰，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0到20年时间，台湾海军不太可能建造自己4000吨以上的大型军舰。提康德罗加在过去30年来一直是美国的主力舰，它是世界上第一款装备宙斯盾的巡洋舰，满载排水量在1万吨左右。虽然是巡洋舰，但是和目前最新型的伯克3的排水量其实差不多，都是万吨级，装备了122个垂直发射单元，能够发射标准1、标准2、标准3、海麻雀、标准6、战斧巡航导弹等各种导弹，配合上自己的 Spy-1 相控阵雷达，防空反导对地打击能力确实没得说。提康德罗加的性能确实好，但对于台军说还涉及到3个问题，第一个是钱，第二个是人员，第三个是美国愿不愿意。按照美国对外军售的传统来说，老旧的军舰卖给盟国价格一般是便宜的，会按照当时建造成本的 5% 来出售。已知提康多罗加级当时的建造成本大概在10亿美元，出售价格应该在5000万美元左右。其实这个价格并不贵，但提康多罗加的维护费用却是一个高昂的数字。美国目前的伯克级驱逐舰每年的维护费用在8100万美元，而提康德罗加级的维护费用高达 1.5 亿美元，基本上一艘提康德罗加顶2艘伯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赶紧退提康德罗加，抓紧采购伯克3型驱逐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成本。当然，军舰如果到了台军手里，使用起来肯定不会像美国用的那么厉害，每年可能也不会花上上亿美元。虽然购买舰体的费用并不贵，但并不意味着这笔交易的总费用会便宜。主要原因是还要花钱购买武器装备，像提康德罗加级巡航舰装备122个垂直发射单元，如果装备标准2导弹，每一个导弹单价在200万美元以上，标准6导弹更贵，在500万美元。如果算上备用弹的话，这一艘提康德洛加级巡洋舰光导弹的费用就要轻轻松松达到5亿美元上下。这还不算其他的设备，比如声纳系统需不需要更新，侦搜系统需不需要更新，提康德罗加还可以携带直升机，还买不买海鹰反潜直升机。所以这些七七八八的加起来可能就要接近10亿美元，海军烧钱也就是这些原因。不过求购提康德罗加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美国到底愿不愿意卖。台军专家指出，并不看好提康德罗加来台湾，主要因为此类在台武器系统并不符合美国今年3月才推出的新的对台安全政策方案。拜登政府从去年11月就已经告知台湾，在未来5年
都不太可能有飞机或者大型军舰的军售，在今年年初采取了实际行动，强力阻止了好几个被认为是不符合非对称战力的台湾军购项目，比如说 NA-60N 反潜直升机、N109A6 自走炮以及 1-2D 预警机。因此台军方目前也在大幅调整自己的建军投资规划。当然，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策其实还是不无争议的，迟早可能会有所修改，但在这个政策修改之前，恐怕很难会有提康德罗加这样的军售案。美国目前现已2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据悉将在2027年前全部退役。今年退役的这5艘是这些军舰中服役状况最差的，比如说皇家港号巡洋舰多次出了事故。过去几年虽然名义上没有退役，但其实已经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台军如果采购提康多罗加巡洋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向美国提出意向，双方协商到正式建案，国会通过预算案，正式向美国军方提供采购，最后得到美国批准，到最后军舰交付，这个过程少说要3-4年，多则达到10年时间。美国的巡洋舰在正式退役之后，一般会在预备役停留1到2年时间，这个时候还是俗称的热舰，这是获得该军舰的最好时机。如果等该军舰彻底转入封存状态之后再去购买，就要花费更多的钱，对军舰起风、维护和更新设备。台军当时采购基隆级驱逐舰就是这样，已经封存的驱逐舰要先花钱拖到船厂，再花一大笔钱对军舰进行起风操作。除了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另外一个大家想到的名字就是美国的滨海战斗舰。和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相比，滨海战斗舰舰体普遍更年轻，服役时间一般不到10年。比如独立号在2010年服役，2021年就退役了；科罗拉多号2014年服役不到8年，2022年就退役了。但是维护成本，美国的滨海战斗舰每年的维护成本并不低，别看它排水量只有3000多吨，它的维护费用在7100万美元，而伯克级驱逐舰只有8000多万美元。可是滨海战斗舰的战斗力却和伯克级驱逐舰相差得非常远，它的防空武器只是以方阵快炮和公羊导弹为主，只具备近程的点防空能力。除此之外，装备了大量的长弓地狱火对地导弹，它的对海打击能力在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上装备有8枚 NS-3 反舰导弹，但是自由级滨海战斗舰上竟然没有装备反舰导弹。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仅仅看导弹的数量，滨海战斗舰的战斗力甚至比不上台军自己的沱江级导弹艇。综合来说，滨海战斗舰是一款价格高昂、实用性一般的军舰。这款军舰本身的科技含量其实并不低，但是因为设计标准太失败，就不是为了争夺制海权而诞生的，是为了近岸对陆军提供支援，所以装载了大量的对地地火导弹。那么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最近台湾舰队的革新也在轰轰烈烈的开展中，有哪些方面台湾采取了新的技术呢？21兆瓦级燃气轮机、6兆瓦级柴油机以及 J 用中压直流等研制项目，这表明攻击舰的动力系统应该是以21兆瓦燃气轮机和6兆瓦柴油机为核心的全电推进系统。事实上，电磁弹射技术需要耗费巨大的电能，燃气轮机加综合电力系统的配置刚好可以满足电磁弹射系统的耗能需求，这也是未来舰艇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为什么是舰船综合电力系统？所谓舰船综合电力系统，是指将传统舰船中相互独立的动力和电力两大系统合二为一，以电能的形式统一为推进负载、脉冲负载、通信、导航和日用设备等供电，实现了全舰能源的综合利用。相比于传统动力系统，舰船综合电力系统具有以下显著的优势。首先，综合电力系统有利于舰船总体优化设计，使动力系统的布置更具有灵活性，提高舰船机动性、操控性、续航力和使用的经济性。由于突破了将发动机、推进器、传动轴系布置在一条直线上的传统机械推进模式，用电缆完全取代机械连接，使全舰系统和设备布置更加灵活。采用舰船综合电力系统可以缩短轴系，减少热机的数量及特种发电设备，节约了空间，简化了舰船动力平台的结构。其系统化、模块化和集成化的设计思想有利于舰船总体优化设计。此外，
电力推进可通过转换电源的极性或相位，快捷实现反向运转，从而提高舰船的操控性。舰船综合电力系统还可根据用电负荷容量调节原动机数量，提高原动机负荷率，降低油耗和维护费用，提高续航力。据美国海军海洋系统先进水面舰船机械研究小组计算，一艘采用综合电力系统的舰船与同等吨位的机械推进舰船相比，年节省燃油超过 20%。 其次，综合电力系统与机械推进系统相比，由于取消了传动轴和齿轮箱，原动机与推进电机不存在机械连接，缩短了轴系，隔断了机械振动噪声的主要传递途径，而且原动机可以布置在水线以上，从而可以大大降低水下辐射噪声，使得自身更加安静。与机械推进相比，在宽频带可降低噪声15到20分贝，在窄频带降低更多，因此提高了对水下目标的综合探测和作战能力，增强舰船的声隐身性能。最后，综合电力舰艇降低了机械振动和冲击，其舰体结构不易疲劳，有利于提高舰艇的使用寿命。采取集中供电的方式，且从发电机组到推进电机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定的冗余，其中任何一部原动机、发电机组和推进电机故障都不会影响推进器的工作。通过合理布局和控制分配等保护手段，使系统具有很强的抗故障能力，提高了舰船的生命力。由于大量减少了机械推进装置所必需油、液、气等复杂的密闭管路系统和辅助设备，取而代之的是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的电机、电子和电气元件、集成线路和各种电线电缆，总体系统复杂性大为降低，因此其大修、改造和组件更换也比机械传动装置要容易，使用和作战中的可保障性、便捷性大大提高。此外，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的出现，还为电磁炮、电热化学炮、激光武器、微波等新概念高能武器的上舰奠定了基础。为什么是燃气轮机而非蒸汽轮机？从目前世界范围内来看，综合电力系统已经成为舰船发展的必然潮流与趋势，而燃气轮机加综合电力系统的配置，则是大型舰船以及航母的最优选择。076两栖攻击舰将采用电磁弹射技术，且吨位相比于075应该只大不小。普通的柴油动力功率太小，无法满足电磁弹射消耗及其动力所需。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采用综合电力系统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其主动力系统为2台36兆瓦的 MT30 燃气轮机，巡航动力为2台单机功率9兆瓦的瓦西兰12伏 38B 柴油发电机组。主动力系统最大输出功率108兆瓦，其中80兆瓦用于驱动4台单机功率20兆瓦的法国科福德机电公司的先进感应电机，总推进功率 10.8 万马力，可以使 6.5 万吨的航母达到26节的最高航速。燃气轮机加综合电力系统的组合，即使像航母这样的超大型军舰也能达到满意的动力性能，更何况是吨位相对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了。所以两栖攻击舰如果同时配置4台21兆瓦燃气轮机的话，其动力水平将会超过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足够支撑起电磁弹射系统和全舰其他系统的电力消耗。至于为何采用燃气轮机而不是采用蒸汽轮机，则是因为燃气轮机具有蒸汽轮机无法比拟的启动性和加速性。比如一艘蒸汽轮机航母如果要出港，必须先检查锅炉，生火燃烧起码需要10几个小时，而燃气轮机航母8小时就能搞定。在加速方面，燃气轮机也是完爆蒸汽轮机。比如蒸汽动力航母从巡航时速加速到30节左右的最高航速需要2小时，而燃气动力航母只需20分钟。如此巨大的差距在实战中是致命的。而相比蒸汽轮机，燃气轮机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巨大的耗油量。不过随着技术进步，如今的高性能燃气轮机已经可以做到更低的油耗。伊丽莎白女王级的 MT30 燃气轮机全功率油耗为207克每千瓦时，已经和中高速柴油机210克每千瓦时的全功率油耗相当。除此之外，燃气轮机另一大优点是可靠性和维护信号。舰用燃气轮机一般由成熟的航空发动机演变而来，经典的 LM2500由 C5 运输机上的 TF39 涡扇发动机发展而来，至今已销售超过2000台，总运行时数已经超过惊人的5000万小时。
伊丽莎白女王级的 MT-30燃气轮机由特伦特800航空发动机派生而来，该发动机用于波音757和波音777，装机总数达250台，累计使用500多万小时，可靠性高达 99.9%。台湾舰队拥有160多艘各式战舰，总吨位超过了27万吨。就这个吨位来说，与韩国海军总吨位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3国海军舰船吨位总和。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6艘济阳级护卫舰、8艘成功级护卫舰、6艘康定级护卫舰、2艘剑龙级常规潜艇，以及最新的1艘玉山船坞登陆舰。基德级驱逐舰，台湾海军现役的唯一一型驱逐舰，建造之初准备作为斯普鲁恩斯的伊朗定制版出口伊朗。伊朗爆发革命之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急转直下，并停止向伊朗出口4舰。于是这4艘基德级驱逐舰被美国海军消化，加入到了美国海军序列中。目前台湾军事还是保有一定的实力，在亚洲地区其军力相对来说并不弱，其武器来源主要来自于美国的非法支援和自身的研发。说实在的，台湾自身武器研发能力并不算低，像 IDF 经国号战斗机、雄风系列反舰导弹、天宫系列反舰导弹等都是不错的武器，这些研发能力是亚洲许多国家不具备的，足以看出台湾在这方面的潜质。发展军舰不可避免，其最大的军舰是艘美国舰艇，而且在获得过程中还有一段故事，我们来听听。台湾最强军舰叫基德级驱逐舰，它来自美国造。这型军舰最大排水量高达9000多吨，其设计完全以当时最新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为蓝本，这也是日后设计宙斯盾舰的蓝本舰艇。当然，相比原型基德级驱逐舰，在防空等综合实力上更胜一筹。所以，当时在80年代，美国海军还是对这款军舰寄予厚望。该型舰艇配备的武器也比较强大，2型 Mk26 双臂发射架，为新的标准2型防空导弹2型定制，并可兼容美军当时的其他许多弹药，加上2座 Mk45 127毫米主炮和8枚鱼叉反舰导弹的火力，足以在对海攻击领域占一席位。专业反潜舰所留下的技术底蕴，也让基德级能很好的搜索、追踪敌方水下目标。封闭式机库足以容纳2架中型直升机，为反潜反舰作战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综上所述，燃气轮机加综合电力系统的组合，符合未来舰艇动力系统的发展方向，也是世界各国舰艇发展的一大趋势。当然了，从长远方向来看，核动力加全电动力无疑是大型舰艇动力系统的最优选择。但舰用核反应堆研制周期长、成本高、技术难度大，对于目前台湾海军来说，燃气轮机加综合电力方案比较适合未来发展需求。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